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一部杨紫和范丞丞都驾驭不了的剧，难道是因为好久不见的片名太俗气了？2024年初播出了几部大剧，但无论是现代情侣、青春，还是古装仙侠，都哑火了，没有一部火起来。其中还有杨紫和范丞丞主演的《地久天长》，同样没有什么水花。《地久天长》的爱情是由牛超、马丞丞执导，杨紫、范丞丞、朱颜蛮子主演，金世佳、王千岳特别主演的青春励志剧。该剧改编自左仓六的小说《17岁时你喜欢谁》，讲述了几位青梅竹马一起成长，经历离别与重逢后重拾初心的故事。杨紫作为有演技的大明星，一直都是能够扛剧的。不过看她主演的剧，大部分都是古装剧，比较受欢迎。除了《亲爱的》《热爱的大热》之外，其他现代剧表现一般。小游个人觉得古装剧中杨紫的演技更有感染力，而且古装剧的命运多舛的女主也有更多的空间和发展空间，更容易出圈。在《爱地久天长》中，杨紫饰演女主角黄英姿，范丞丞饰演男主角江毅。北方某航天城的一个家庭大院里，黄英子、江毅、庄园等6个独生子女一起长大，互相帮助、支持，爱如兄弟。6个好朋友原本约定一起去北京参加高考，但是在18岁的高考那年，却发生了一些意外。最终黄英姿去了北京，江毅出国了，大家散了，他们分道扬镳了。12年后，当大家迈入30岁的门槛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曾经分散的朋友又渐渐地重新走到了一起。在黄英子的努力下，几个好朋友终于能够实现年轻时的目标。承诺重聚，女主黄英子和男主江毅终于解开了年少时的误会，重燃了缠绵的感情。2人相爱并最终走到了一起。地久天长的爱情并不是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剧，而是以30多岁的朋友重逢为契机，讲述了10多年前几个人年轻时的成长故事。过去与现实并行讲述，展现6位好友从小到大的经历。青春里的友情，小美好、小幸运都很治愈。剧中过去与现在的切换也非常先进，每一次切换都那么自然，特别远远优于那些滑动式的切换。不过尽管这部剧辛苦了，女主角杨紫的演技一如既往的稳定，男主角范丞丞的演技年轻但也不差，其他配角也很不错，但剧情还是一般，没能吸引人。小友来观看吧。句号，俊男美女的搭配，不俗的演技，精良的制作，治愈的故事，为何没有火爆？无法吸引小优追它到底吗？难道只是因为地久天长的片名太俗了？第一点是，剧名恐怕太俗了。地久天长的爱情这个名字听起来并不像是一部好剧，也没有吸引人去看的诱惑力。第二点是过去和现在2条线交织穿插，切换处理的流畅。不过我个人觉得过去的故事占据了更多的篇幅，注意力不集中，读完感觉有点累。第三点，男女主角的爱情感较弱，最近的几部剧似乎都存在这个问题。男女主角之间缺乏化学反应，没有擦出火花，观众投入感低，连甜剧都看不下去，出来甜甜的。第四点是男主太年轻了，范丞丞本人也年轻，他有着一张英俊的脸庞，还带着稚气，一看就显得很年轻。演年轻时的江毅还是很合适的，他很适合17、18岁的时候充满朝气和活力的人。但现实生活中他30岁了，显然就不合适了。他的脸怎么看起来像30岁了？虽然他的演技还不错，但是如果和 Ro 兼容的话，他的表现会更好。越高，兼容性越低，他的性能就会越弱。30岁的他还是不够成熟稳重，所以没有女主那么成熟。杨紫站在一起的时候，年龄差距就很明显了。17、18岁的时候，2个人站在一起，并没有太大的区别。30岁的时候，杨紫换上职业装，站在一起就明显是姐弟了。这也是小优的一个困惑点。为什么很多电视剧不能考虑选与角色年龄尽可能接近的演员呢？明明有这么多演员，他们总喜欢让年纪大的人扮年轻，
还有30-40岁的人来扮演学生，可才20几岁，就非得让人表现得老成成熟？难道大家就不能各司其职，该在什么年龄段就演什么，让观众感觉更舒服吗？星光闪耀时即将在湖南卫视播出，李新民主演，又是一部好剧。电视剧《星光闪耀时》预告片在万众瞩目下正式发布，并正式宣布将在湖南卫视、芒果卫视播出。这部备受期待的电视剧预计将于4月15日左右正式首播。群星闪耀时由李现、任敏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民国时期男女主角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上逐渐向我党靠拢的故事。该剧备受期待，预计收视成绩良好。电视剧的剧情梗概虽然不是很详细，但依然能勾勒出一幅引人入胜的故事蓝图。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男主角华振原本是国民党高官的儿子，他计划加入海军，实现成为一名上尉的梦想。然而一次意外的上海支航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改名向元生，成为一名普通的低级警察。在派出所，他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人，共产党员陈浩和罗敏敏，他们帮助向元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在陈浩、罗敏敏等人的影响下，向元生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最终成为党的一名优秀战士，实现了自己追求的理想信念。星星闪耀时是一部典型的积极题材、正能量电视剧，秉承我心与党在一起的原则。与其他电视剧不同的是，该剧的主角从事间谍或刑侦工作，这使得剧情更加紧张和吸引人。剧中主人公逐渐发现民国政府的腐败，并最终走向正确的方向，展现了时代特征和社会意义。此外，爱情主线贯穿整个剧情，为观众呈现出更加立体丰富的故事。这类电视剧就是我所说的流量主旋律电视剧，是一种新型的剧种。这类剧通常注重故事情节的张力和观赏性，同时追求电影化的品质。编剧黄晨、蒲伟是此类剧的代表创作者之一，他们的作品《秘密与伟大》为此类剧树立了典范。星光闪耀时就是在这种创作模式下诞生的又一力作。值得一提的是，星光闪耀时无论是制作成本还是演员阵容上都表现出色。该剧在画面构图和剧本部分力求追求电影品质，呈现出高水准的制作水准。李现等实力演员的加盟，为该剧增添了不少精彩和吸引力。虽然星光闪耀时可能会面临创作模板带来的主线单薄、缺乏未知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它在观众心中的地位。相信随着剧情的发展和观众口碑的传播，星光闪耀时将会成为一部备受关注的精品剧，为湖南卫视带来更多的收视佳绩。同样的哭戏，当李沁、杨紫、赵丽颖等人放在一起时，差别就变得很明显了。央视热播剧《追风者》吸引了大量网友关注。该剧由李沁、王一博、汪洋等实力派演员主演，其情节设计巧妙，节奏明快，层层递进，让人目不暇接。主演们精湛的演技和剧集的高质量制作，让这部剧李斯在短时间内吸引了无数粉丝。李沁饰演的沈锦珍这个角色，无疑给观众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沈金珍这个角色极其深刻、复杂，她不仅是兵工厂的工程师，还是才华横溢的钢琴家和坚定的地下党员。这种多重身份的设定为剧情增添了不少精彩，同时也对演员的演技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除了这些戏之外，李沁在其他哭戏中也表现得同样出色。无论是老徐坦白自己死亡时的委屈和不舍，还是哥哥质疑自己身份时的坚决和愧疚，他都能通过细腻的表情和动作，将角色内心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最后一场爆炸性的哭戏，头发凌乱、眼含泪水的他倾诉了救国救民的信念和决心，让观众再次感受到了他对表演的强烈同理心和投入。杨紫在《亲爱的热爱的》和《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哭戏辨识度很高，能够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赵丽颖在《杉杉来了》和《楚乔传》中的哭戏也精彩动人。作为检验演员演技的重要方式之一，哭戏确实能够直观地展现出演员的表演能力和情感传递能力。李沁在《追风者》中的出色表现，无疑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生动立体的陈金珍角色，也证明了他在表演方面的实力和天赋。
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期待李沁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和表演。同时，我们也希望其他演员能够学习实力演员的表演，不断提升演技。毕竟在娱乐圈，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才能赢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通过对比不同演员的哭戏，我们可以看到演员之间演技和对角色理解上的差距。因此，不断学习和提高对于观众和演员本身来说都非常重要。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